夫人和元娘子在前往寺庙祈福的路上遇上了山贼。什么？我们在车道上发现受损的马车和车夫的尸首。起来！那夫人和元娘现在何处？没找到。没找到。那帮山贼都这个时候了，传我将令，备齐人马，跟我一起上山剿匪，一定要救回夫人和元娘。是。夫君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无事吧？我跟元娘无事，多亏了2位小郎君，我们母女才能幸免于难。2位小郎君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元娘，没事吧？真乖。怎么样？阿姨，我已经好了。已经好了，哈哈哈！真乖。夫君，这2位便是恩公。啊，我要多谢2位少侠出手相助，日后定当竭力相报。在下14郎，此位婢弟阿斗，因为事出紧急，只能够诓骗夫人随我出逃。诓骗？既然如此，还请2位少侠无礼一叙。在下与弟弟阿斗，从陇西一路流落至此。我们2人偶然在一处林间小歇，弟弟因为过于劳累，便睡下了。就在我准备喊他起来赶路之时，听到有几名山贼在附近窃窃商议。阿斗，阿斗，醒来了，该走了。来，有人。我已经确定探听到，公孙恒的女儿病了，他那婆娘一定会经过此地上山拜佛，咱们一定要狠狠地抢他一票。公孙那老东西把咱的后路都给断了，干得咱无处栖身。不杀他婆娘，已经算老子仁至义尽了。走，准备准备。那少侠是如何救得我夫人和元儿的呢？其实我与弟弟阿斗也是左思右想，既不能与山贼起正面冲突，又无法及时禀报给刺史，于是只能诓骗。快，来了。可以了。哎呦，走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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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。2位少年可要搭车？多谢夫人。我弟弟病了半月，未见好转。听庙里的和尚说，必须要走路去庙里，才足以见诚心。我实在不忍弟弟如此受病痛折磨，但也只能走路去庙里了。可当真？这当然当真了。你且到庙门口等我，我与这2位少年一起走到寺庙。夫人，这城里的医师都看了个遍，可是元娘的咳嗽还是不见好转。我此行就是去求菩萨保佑。这位小郎君说的极是，要一步一步走向寺庙，才更显虔诚。你去吧。是夫人。夫人，不如让我抱着小娘子吧。这怎么好麻烦小郎君呢？没事儿，我有劲儿。来，走，我们一起走啊。薛夫人，
我能诓骗夫人下车的理由，只有原谅。因为，在这天底下，没有一个母亲不会为了孩子做出牺牲。恩公的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夫人言重了，因为14郎的母亲，也和夫人一样，会为了14郎不顾一切。的确，若恩公换一个理由，我不一定会下车。只是没想到，竟害了车夫的性命，是我对不起车夫。车夫遇害，其实也是14郎没有想到的，怪也只能怪那些山贼心狠手辣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秦老，吩咐下去，一定要厚葬车夫，以及以后照看好他的家人。是。少侠，果然是英雄少年。只是这一切，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？刺史，我与弟弟从小相依为命，无父无母，几经生死，早已是贱命一条。若是能凭一己之力救下夫人，也是此生有幸。况且，早就听闻刺史德高望重，赏罚分明，必定会重赏我二人。所以，你们救夫人和元儿，是为了到我这儿来领赏赐的。是，14郎确实是有私心，但是我的私心是想要追随季氏明主。你以为你们救了我夫人和我的元儿，我就会把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了吗？刺史，14郎的父亲乃是前隋降将李氏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临终之前嘱咐14郎一定要去边境博获功名。况且救下夫人和元儿，不单单只是巧合。难道这不正是我跟刺史的机缘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少年郎！两位恩公先起来吧。夫君，14郎既是随将之后，又救我与元儿性命，多少与公孙家有些渊源。两位少年既无家可归，不如……多谢夫人收留。既然你们俩是夫人和元儿的救命恩人，我又怎能行驱逐之事？既然你们愿意留下，那就先把你们安排在后院厢房，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议。多谢刺史。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了。哎，师傅，咱这就成了。公孙恒疼爱妻女，自然是会款待我们。但如果想要取得公孙恒的信任，可不是一件易事。那他为何还把我们留在府上？这全是仗着夫人的面子。这么说，他对我们还是有怀疑。至少他不信任。这人心之间岂止隔着一层肚皮，他不会不知。不管怎么说，经过师傅今天的策划，我们已经成功完成计划的第一步。接下来就是如何获取公孙恒的信任，掌握兵权，再说起兵。心里的秘密切记不要说出来。你怎么看？二位少年救了夫人和元娘，光凭这点，一下就抓住了主公的软肋。这两个少年心思聪明，胆识也过人，不过也透着一些机灵和狡猾。主公放心，老朽会格外留意。
现在时局动荡，战事一触即发，我们也正是用人之际啊。若真如他们两个所说的，只是为了博取个功名，那倒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，咱们还是不得不防啊。既然福祸未知，那便看机缘。至于府里安宁，主公放心，老朽会全力守护。哎呀，这不是损特勤吗？何事？我来问问损特勤，这朔州城就在眼前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啊？攻或不攻，何时攻，我自有考量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城，你要考量多久啊？你是不是怕了？就这个边陲小城，可是当年连疏勒可汗都讨不到便宜的，你行你来啊！那是当年疏勒可汗手下无猛将，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像这种城，比他坚固的我不知道打下多少个。那若攻城失败，雄师可会主动担责？怎么就攻城失败了？你还没有攻啊？这为什么我们主动担责？打这座城，我们雄师主攻，你们鹰师配合好，不会打不下来。那就期待雄师的表现了。好。去准备2套中远人的衣服。你想亲自去朔州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真乖，来让哥哥抱抱。元娘，我们回去啊。我要哥哥，哥哥。夫人给元娘做了好吃的糖糕啊。哥哥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米姐是防着我们吗？防着也没什么不对。出去转转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。不会是又要去找山贼打探情报？有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。刺史，城东垦荒，几户人家因分地不均争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吵着要见您。这种小事，何须叨扰刺史？这可不是小事啊！只要将城中田地划分登记造册，按家中成年男子分派，多余的就暂由官府来看管。待家中幼子成年之后，可再做分派。您觉得如何？就按他说的办。是。刺史早。你懂政务？略知一二。何时学的？我父亲是一地方小官，从小耳濡目染。好，我问问你，这朔州城内有商人私下和胡商交易，你怎么看？与外邦互通有无，各取所需，实为促进生计。其实不应一棒全部打死。但是要规定交易的物品及其数量，从大局控制，也不必太过严苛。实际情况允许，也就可以自行判断。若不是我亲耳听到，我真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你口。刺史见笑了，与刺史相比，我这不过小二。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与阿豆弟弟出来朔州，准备出去转转，看看有什么新鲜的，顺便了解一下风土人情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是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如何？主公向来爱惜人才，怕是这回挠到心头了吧？是啊，
要是我手下的官员都有这种脑子，那我每天得省多少心思？唉。秦老，跟上他们。是。两人一天到晚都在朔州城里面四处闲逛，并无特殊踪迹，还买了许多干粮送给庙里的乞丐，说是公孙刺史的命令，并无可疑。百姓们都很感谢刺史。行了，别跟了，你们暴露了。啊？下去吧，以后也不用再跟了。是。好，秦老，二位郎君回来了，在朔州可还待得惯呀？习惯习惯，今儿在城里转了一圈，城里又有好吃的，又有好玩的。那就好。京城有报传来，我要向刺史汇报，不多叙。有需求唤老夫。秦老且去忙。是长安来的消息吗？应该是。那我们先回屋。如若真是李世民想要大张旗鼓地搜捕我们，早就通报各州，不必等到现在。只怕是有更可怕的事情要发生。八野古部、铜锣部围攻乌城，程知节李氏季部与之苦战越狱。严厉已经牵制唐军这么多主力，莫不是想好一片狼子野心？以你这功夫路数，郎君身份不凡呢。刺史府深藏不露，管家竟也是高手。是刺史派你来的？你错了，我家主公用人不疑，只是老朽我若不查，又怎能令郎君不惧宵小？你并非来自陇西吧？老朽我久居关外，对陇西的口音十分熟悉。虽然郎君故意模仿，却仍有差距。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故意说漏了嘴，说京城有消息，你便跟来。哼，北方奸细，行军总管府，还是长安？哈，哈哈哈！你是长安的人，你来是想收回刺史的兵权吗？朝廷一直担心刺史拥兵自重。可是你应该明白，朔州能完存至今，不是赖长安的福泽。你可以到朔州去看一看，百姓生活如何？北方他城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？边陲之地，能有如此的民风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您多虑了，我不是朝廷之人，到此
不过是想找一个栖身之所而已。冒充陇西身份，只是想要借同乡之意，恳请刺史收留罢了。是在下孟浪了。哼，老朽没兴趣追究你的过去，也不管你处心积虑是为了什么。你不动公孙一家，我不动你。你是聪明人，好自为之。今日我前来找你，是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。刺史吩咐便是。这几日我想了一下，若是14郎不介意的话，可否留在我的府上做个主簿？你弟弟阿斗可以做你的副手。怎么，二位郎君觉得屈才吗？不，14郎感谢刺史收留。好，这是我的贴身侍卫旭峰。旭侍卫，李主簿。好了，行军总管约我到府上一叙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刺史欣赏二位才华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顾不了许多了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动公孙家，我便不动你。秦老误会了，14郎今后定尽心为刺史效力。刺史，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我作为刺史府的新主簿，对朔州事务尚未熟悉，理应是我陪着你一同前去才是。这次不用了，旭峰陪我去就可以了。李主簿，你们俩可以自行休沐了。是。我本想着，公孙恒若带我去见司马图，我也能随机应变，了解北境边防布阵。如今看来，只能日后再花些心力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现在跟过去啊？算了，他既然都拒绝了，我们现在再过去就显得别有用心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干嘛去啊？休沐。特勤，探子来报，阿什勒隼昨夜往朔州方向去了，应师大军未动。阿什勒隼只带了木金一人。来人，特勤，雄师集结。是。他们敢给咱们机会，咱们就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狼神的子孙。特勤英明。生意不错啊！如何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信。东南两侧驻军不过1000余。果不其然，东南两面依托地势，易守难攻。朔州此时主要在西北两面布兵，但我方才查探，兵马也不足2万。这朔州城固若金汤的名声怎么来的？土喀社说这帮人都是废物，难道是真的？方才进城时，你可有注意城墙？比中原其他城池
要厚出许多。而且夯土上新，可见实施加固。平时各色人等随意来往，可一旦打起来，这城门一闭，谁也进不来。只要城内粮草充足，死守数年，亦非难事。有意思，你有对策了？走吧，我们得去买点泡桐木。哎，你不故弄玄虚，你会死啊！要是师傅能帮公孙恒分析官场厉害，许他前程，他一个降了礼堂的随官，难道不会动心吗？就怕这公孙恒想要的不是这些啊！几岁了，吃没还会被呛到？师傅，怎么好像没钱了？上次给乞丐送干粮，钱都用光了。一点没留啊！不是师傅你说的吗？做人要饮水思源。若不是那些乞丐告诉我们山贼的出处，又怎么进刺史府？既然在刺史府有吃有住，那还要钱干嘛？师傅，这可是你的原话呀！我数到3，咱们一起跑。两位客官吃的如何啊？2碗面，一共10文钱。哎，没，还没吃完呢，一会儿结账。不好意思啊，店家，我们2人出门匆忙，忘记带荷包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让我弟弟回家去取，我在这候着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弄钱下。你别跑啊！好啊，先跑一个，寻隙再跑一个。哼，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。走，给我见官去。不是，店家，你听我说，我弟弟去取钱，马上就可以回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走，店家，你一共多少钱？我给你。怎么是你啊？10碗。多出来的就算这位小郎君赏你的。哎呦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。哎，方才多有得罪啊。哎呀，都散了吧啊！阿准，又见面了，14郎。这谁啊？我告诉过你不要来朔州，你倒好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来了？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他受伤的事？伤是我包扎的，我自然知道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！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，你这一包，已经无碍了，14郎不必理会。他这……没事的便好。对了，朔州速整边贸，像你这种奸商，怎么做生意都会赔的。14郎准备在朔州待多久？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了。哎，师傅，你逃出来了！卖货的，这又是谁啊？阿斗，阿准他帮我们结的饭钱。我们2人正要出城，14郎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？当然。终须一别，我就不再送了。阿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14郎，和上次一样，你若是没有非要留在朔州城不可的理由，还是早些离开吧。离开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多谢，不过还是算了。
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，他们要攻城了。十四郎，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，我要回去照看他们。你还是尽快离朔州城越远越好。告辞。保重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城。土喀社竟然想趁着你不在独揽头功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？你要是想看土喀社狼狈的样子，就留下来。我对丧家犬没有兴趣。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？土喀社这个蠢货，更何况他还在。他？站住！何人胆敢擅闯城防重地？快举风击鼓！阿什勒军打过来了！你们快让开！若是误了示警时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行！李主簿，让他上来吧。是。李主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刺史，阿什勒部大军攻过来了，快击鼓！还不急？不着急。刺史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击鼓示警？现在还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也无妨。刺史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旦阿什勒部攻进城，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，于整个大唐亦是头悬利住手！剑。竟然对主公动手！好了，旭凤，他也只是一时情急而已。现在敌情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。来人呐！在！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，好生看管。公孙恒，你不会用兵，一意孤行。公孙恒。我不去城楼，我还不能在府里逛啊！刺史有令，二位不得擅动。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？如果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刺史自有安排。我看这公孙恒根本就是浪得虚名，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骗得这全城居民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。你刚才听到那战鼓声了吗？隔了那么久才示警。此战怕是危矣。阿斗，你说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？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的人，我竟然还寄希望于请他起兵相助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文寇示警要及时，他作为朔州刺史竟然不懂，就怕他是故意的。如果他敢将朔州城拱手让给阿什勒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刺史，李主簿，为何不击鼓示警？阿什勒起兵突袭强攻，我军应对不起，状况自然是会惨烈。你说，到底伤亡有多少？1万、2万，还是更多？李主簿，我们既然不懂兵法，为何不听劝？为何要一意孤行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将这全城百姓的性命都置于何地？李主簿，此战大捷，我们打胜了。胜了？如何胜了？是啊，刺史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就胜了？二位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主公之所以迟迟不肯击鼓示警，是另有用意的。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3000名弓弩手，阿什勒骑兵策马奔袭，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箭矢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主公一下令，万箭齐发，阿什勒的骑兵来不及调转，立刻就慌了阵脚。
此时，主公再下令，传令下去，开城门，出军马。我方的将士列阵，向敌军攻去。是燕月阵。李主簿懂兵法，从前学过一二。来，坐下来。那你就来说说，若是让你来领兵布阵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接下来要燕月换长蛇，蛇身横撞，首尾至，脚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徐侍卫，你继续说。然后，经过这连番的重创，阿什勒部的骑兵其实早已溃不成军，但那首领土喀舍却偏不认输，还妄图再度向我们进攻。敲战鼓，点狼烟。就在此时，我方的伏兵在城楼对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击起战鼓，燃起狼烟，士兵喊杀声不绝于耳。那土喀舍怕被四面围困，当即就下崩，调转马头，狼狈撤逃。刺史还真是厉害，可是这西北、东北角都各设有伏兵，为何刺史不悄声行军，攻其不备？为何还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难道刺史是什么？虚张声势？李主簿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我的计策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伏兵只不过是2000人呢。刺史真是用兵如神。怎么，不再说我是不善用兵，一意孤行了？是十四郎无知，十四郎自持学过一二兵法，竟对刺史口出狂言，十四郎无地自容。好了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十四郎冒着生命危险登城报信，这份对朔州百姓的心意，我感受到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代全城的百姓道一声谢。刺史，刺史容人之量，十四郎感佩。经此一战，十四郎终于明白，刺史为何百战不败，还有这朔州城的铜墙铁壁，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如何得来的。如若刺史不嫌弃，我想，你想与我们一起，共同御敌，镇守朔州城。十四郎愿为刺史分担。十四郎少年英才，又识得兵法，我真的是很欣慰啊！起来。阿斗也愿意跟刺史学习兵法。好，你也镇守朔州城，起来。恭喜雄师平安归来！这一次都来看我来了，当然得来了。特勤为了赶早抢个头功，不声不响带着骑兵偷袭攻城，虽说出师不利，但好歹也没有全军覆没啊。哎呀，老子心情非常不好，最好能把你这张臭嘴闭严了。雄师出战，打草惊蛇，若往后战局陷入被动，便是你们今日之错。哼！怎么了？我带我雄师出去训练一下，
给我扣这么大嘴！我的事我心里有数，不用你们管啊！你们的事我们也不想管。今日战事，我们会原原本本的报与可汗。不用你报，我自己会报。替我把这封信送到行军总管府上。这次阿什勒部来者不善呢。若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的。我们需要援兵，我这就去。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请您过目。哦。刺史为何愁眉不展？毕竟打了胜仗，怎不见刺史有胜利之喜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已派徐峰向行军总管府请求增援了。增援？这朔州孤儿金汤，竟还需要援兵？阿什勒部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。你来看，这无定河，河宽水深，原本该是朔州城和阿什勒部之间的天然防线。可是因为现在朔州兵源不足，无法派兵守住河岸，致使敌军来去自如，兵临城下。既然他们来去都会经过这个河道，不如我们就将这个河道改为栈道，如何？改为栈道？对于不善水性的阿什勒部大军来说，他们应该更喜欢枯水季吧？那是自然。如果河道干枯，便无阻碍，他们行军倍速于往常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送他们一个枯水季？李主簿此言何解？我听闻往年皆是7月枯水，偏偏今夏雨水充沛，这枯水季大约是会晚半月有余。而正巧，这片河道上游正好有一处密林，若派今日军士以土石锯木阻断河流，不足几日便可完工。刺史，您觉得如何？你呀你呀，啊，好你个李主簿，竟然想出此等计谋来14郎妄言，让刺史见笑了。李主簿智计过人，令人佩服。只不过，阿什勒部的雄师刚败，仓皇溃逃，估计有段日子，他们不敢轻易出兵了。就算是他们敢出兵，也会是谨小慎微。看来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量啊。倘若不是这阿什勒部的骑兵实力过于强盛，其实还有更可靠的打法。更可靠的打法，说来听听。古时孙子有云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。”倘若以我方大军为疑兵，吸引敌方主力，再派骑兵绕道，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奇袭，冲垮敌阵，再逐一击溃，这岂不是更加痛快？好，李主簿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的气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何人？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如今的太子。隋末群雄并起，那时候还年少的他，率领千军万马在敌阵冲杀，用的就是此等计谋，可谓所向披靡呀。
想不到今日能从李主簿口中听到相同的战术。李主簿，看来你之前在我面前说的略懂一二，也只不过是过谦之词啊！太子威名远扬，我不过是一样画瓢，不值一夸。李主簿，不必过谦了，朔州有你，真是万幸啊！哦，还有一事，李主簿，这是上报朝廷的奏报，你要安排义父日夜兼程，赶快送到长安。此事，这是信不过行军总管。哼，谈不上什么信得过，什么信不过，只是此事事关百姓的安危，我们必须想万无一失，多迈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李世民，我终是摆脱不了你的影子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朔州人，你对朔州无比了解啊！你早就知道今天会败，你是有意通敌吗？在下冤枉啊！在下投诚之心日月可照，我只有一计要献给特勤，特勤听罢，若还要下了杀手，在下心甘情愿。说。这次有多大把握？此计若成，朔州不攻自破，特勤当局首功。是吗？禀主公，司马总管请你过府一叙。司马图，他还有说些别的什么吗？没有，会不会是他答应了援兵之事，想与您商量？这次阿什勒部进犯以来，他那边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他一直对我防范有加。此事没那么简单呢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秦老，这司马图请我，看来一定是个鸿门宴。可他是行军总管，我又不能服了他的面子，我得去一趟。主公，老朽陪您一道去。不必了，我想你留在府中更有用。秦老，这次我若是回不来，你别将这4个字交与李主簿。主公当真如此？这2位少年出身来历存疑呀。我向来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至于这个东西什么时机交给他们，由您来决定。主公，秦老，我知道您的担心，我相信他，可是更相信的是秦老您呐。主公，这听其言，观其行，便能知其心。我知道他或许有些隐衷，可我更相信他是对大唐和百姓无害之人。这些年来，我率军御敌，与敌人大战无数个回合，说不定敌人早就摸清了我的路数了。可是他不同，我见其用兵刁钻机敏，颇有变化，又是敌人陌生的路数，说不定可以出奇制胜。只是他现在的作战经验尚浅，还需要秦老您在旁边相助啊。即便这次我回不来，我相信只要你2人通力合作，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解救朔州百姓于危难之中。在这里，我先谢过了。主公不必如此，老朽
遵命便是。刺史，站住！干嘛？徐峰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走。下官公孙恒见过行军总管。原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行军总管啊！下官惶恐，还望总管示下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你是否出兵迎战了？是，今日军情紧急，当发现敌情时，阿什勒部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下官实在是因战事紧急，派不出人手来向总管禀报，事急从权，还请总管您见谅。本官待天子巡牧4州兵马，尔等行军，皆须听我调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调兵马。本总管并非不明白事急从权的道理，可是今日交战整整2个时辰，难道在这2个时辰当中，公孙刺史忙到来不及遣个人来知会本总管一声吗？是下官一时疏忽了。人皆道你公孙恒心细如发，怎么会疏忽呢？说到底呀，还是公孙刺史从始至终都没把本总管放在眼里，想必是随官做得久了，忘却了这天下，姓了李。下官笑堂，那是诚心诚意的，还望总管能够明鉴。下官绝无异心。你这么说，那是本官诬陷于你了。下官不敢。你公孙恒，仗着兵马只听你一人调遣，在这朔州做了数十年的山大夫，横行霸道惯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今日你朔州私调兵马，我如果坐视不管，其他3州也会争相效仿，是本总管如无物了。来人！总管，现在战事正急，请允许下官先退了敌寇，下官必定再来您府上，向总管您请罪。等你忙完了再来请罪，你好大的面子！你把天子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总管，请以战事为重，以百姓为重啊！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公孙刺史说，今晚留宿总管府，要你先行回去。总管，刺史府送往长安的战报，可截住了？都截住了。朔州的消息绝传不到长安。你马上派人守住南下的驿道。阿什勒部退兵之前，北境4州的任何消息，都绝不能外传。是。出来吧。事情办完了，你快走吧，我这里并不欢迎你。若无小弟报信，
放任那公孙恒惹恼了阿诗勒大军，万一引来主力，岂不是将北境4州送进了热油锅里？兄长这行军总管的官职，怕就保不住了。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兄长急着赶我走，有点不太妥当吧？我司马家族已与你毫无瓜葛，你自己投敌卖主，休要连累于我。兄长驱杀我了，小弟也是为了兄长好，亦不想看到生灵涂炭。那公孙恒想赔上全城性命，以成全他为民生之虚名。总管莫说是将他压了，便是杀了他又如何？我如何处置公孙恒，与你无关。好吧，朔州城破呢，是早晚的事儿。到时你这行军总管的人头，我如今投效阿诗勒部，深受重用，境遇如何，兄长也已见到了。你我兄弟同根，小弟自然不会忘了兄长的好处啊。兄长左右同那公孙恒是结下仇怨了，若他一朝翻身，那兄长在这朔州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小弟只能劝兄长一句：弃暗投明，为时未晚呐。天要亮了，快滚！主簿，夜深了还不去睡吗？哦，我替刺史整理完文书便睡。哦，倒是秦老，年纪大了，不如巡夜这事儿交代给别人去做就好了。哼，主簿此言又做贼心虚之嫌呢。秦老，我就只有一句话，我问心无愧。啊，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。秦老，徐放，这么晚你才回来，主公呢？司马图的下属跟我说，主公今天晚上要留在潼关府，我觉得不对劲，赶紧先跑了回来。果然，主公被他们扣下了。为什么？怕是因为白天主公私自调兵迎敌之事。这个司马图一直将刺史视为眼中之钉，他迟迟不答复刺史请求援兵的事宜。今日迫不得已，主公调兵迎敌，怕是被他们抓到把柄了。秦老分析的在理。自隋入唐，刺史便在朔州独掌兵权，朝廷遣行军总管统理4州，就是为了限制刺史的权力，为了不让他拥兵自重。如此今日一役，虽未叫贼寇得逞，但也会成为他们今后发难的由头啊！对，狗官竟如此不明事理，我这就派人打进他潼关府，将主公救出来。站住！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糊涂！主公被扣，他们竟然不敢声张，正是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抓住主公的把柄。我们此时对行军总管动手，岂不坐实了他们诬陷主公、暗怀异心、谋图作乱的罪名吗？那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主公？主公乃是益州的刺史，虽然被扣，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不过此事只限于我们3人知道，不能传到夫人耳中，免得她白白担忧。是。薛芳，你是斥候出身，最善查探，盯紧行军总管，一刻不离，事无巨细皆用信鸽传输于我。明日我亲自去见司马图，探探虚实。是。秦老，明日我陪您一起去。李主簿，
你能老老实实待在府中，就是帮了我刺史府的大忙了。土喀社那个军师什么来头？此人复姓司马，是土喀社随大可汗征战时俘虏的中原官员，瞧着有些头脑，便留下了一命，做了雄师的军师。照中原话是小人得志。也不知道这个小人又给土喀社出了什么主意。方才赤后来报，公孙恒被纵官府压了。公孙恒被压了？哼，铜墙铁壁又如何？这公孙恒保了朔州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被自己人给关了，这不是抬着朔州城送给我们吗？可惜了，一代名将毁于奸佞。听好那个司马剑，别让他玩火自焚，烧到我们了。是。我先恭喜特前了。我族兄已经压下了公孙恒，但我再加以游说，不日定会开门投降。好啊！要真有这么一日，那不光是我土喀社飞黄腾达之时，那也是你发财之日啊！我要看看那混蛋还怎么跟我争啊！你们这是要赶人就直说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府上遭贼了啊！主簿，今早我被司马图挡在门外了。可我的斥候回报，司马图称刺史勾结阿什勒部的人，罔顾军令，有反叛之嫌，所以被关押候审了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这哪还有天理啊！哈，天理，要真有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行军总管有令，命我前来收缴公孙恒的兵符。那兵符何在？赶紧给我拿来！贼来的还真快呀！走。请夫人识相些，乖乖让开，不要逼兄弟们动粗。这是我公孙家的私邸，不是朔州衙门。郎君要收什么，要缴什么，我一个妇人家做不了主，少不得要等夫君回来才能给你们一个答复。夫人还是配合些吧，早一时交出东西，便能早一时洗清刺史的嫌疑。你们一家人岂不是也可以早点团聚？公孙刺史如今扣押待审，结果如何，全凭总管决断。这种时候，劝夫人还是不要来触我们的眉头。巧了，公孙恒一生征战，半生守城，我这妇人家随他见惯了兵刃，你这几句风凉话还吓不到我。那就别怪我对夫人无礼了。谁干的？有话说话，休要在我家主人面前放肆无礼。刺史不在，夫人做不了主，有什么事便冲小老儿来便是。你这老头做得了主？我家主人落在你们手里，做不得也得做呀。夫人，您要是信得过小老儿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请您回内室照看元娘。有劳先生了，请。诸位，随我来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府里招贼了！胡说！刺史府怎么会遭贼呢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府里财物丢失尚未做统计，但是刺史的书房还有账房损失非常严重。
如果想要降低损失的话，就要立即带兵追贼啊！行了，别说了，不懂规矩。这是司马总管的王侍卫，赶紧见礼。王侍卫来的正好，请立即帮忙追贼。笑话，刺史府遇贼与我何干？赶紧交出兵符。兵符？兵符正在刺史书房。啊？这可糟了！书房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走。秦老。啊！这还真遭贼了！给我搜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呦，这……王侍卫没有发现兵符。别耍我了啊！我不管兵符是不是真被贼给偷了，3日之内交不出兵符，刺史府上下别想安宁。走。秦老如何知道他们会来？司马图一直逼着刺史交出兵符，这次他扣下刺史，就是想拿到兵符。哎呀，我这么做，也只是缓兵之计。那现在又该如何？难道真要把兵符交出去？你以为司马图拿到兵符就能调动朔州的兵马吗？你可以试着拿着兵符去大营，看看那些兵卒听不听你的话。此话怎讲？难道朔州的兵不听令牌？呵，莫说是兵符，就是皇帝老儿的玉玺，也调不动朔州的一兵一卒。若是想让他们如臂使指、心甘情愿，不是这死物，只有刺史公孙康。秦老，秦老，有消息，司马图派人打开府库，要清进府库后备财帛，与阿失勒军议和。啊！不行，绝对不可以弱势人，这样只会自取灭亡。现在刺史被关在牢里，又不能指挥军队，眼下该如何是好？大不了就鱼死网破，直接冲进去，冲进大牢救出刺史。你要带兵去冲大牢？哼，正中司马图下怀，不仅救不了刺史，反而将朔州置于险境。刺史招你入府做了主簿，我希望刺史不会看走眼。没想到这个秦老还是有些头脑的。别看他走路颤颤抖抖的，好像路都走不稳，这脑子还挺灵光的。你说是吧，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该如何救出刺史。挑选上千精兵，将总管府围困，由我窦大将军亲自出马，必定手到擒。我们初来朔州，很多情况都不是很了解，连秦老都没有办法。公孙恒对我如此信任，我又岂能不救？那除了劫囚车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把司马图给杀了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找秦老。我等你多时了。您知道我会来？你一定想出了什么计策，时间紧迫，说吧。我确有一计，需要调动人员。
说来听听。我需要刺史麾下的一些援兵，届时。此计过于冒险，稍有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不过眼下，这也是迫不得已之策。主公对你没看走眼。刺史在临去总管府之前，便猜到可能被困，他命我在时机成熟之时，把这个交给你。十四郎，定不负刺史所托。好，要我做什么？说。秦老，我想要刺史麾下非常可靠的一些副将，让他们到府上与我一见。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为刺史做事。师傅，你不是要找秦老商议吗？他怎么走了？已经有结果了。什么结果？刺史留了一张字条给我。什么字条？是人心。我终于知道沈姑当初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末将郭宁、张辉见过主簿。二位将军有礼，请起。想必二位将军已经知道刺史逢难。关于司马图欲开府库议和一事，今日请二位将军前来，正是想请二位相助，共同破局。主簿只管吩咐，只要能阻止开城，迎回公孙刺史，我等一定倾尽所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敢问城中有多少轻骑？6000，我与张辉将军各领3000。那就调出1000兵马过来，由郭将军来指挥，分成2班，每日夜半时分扰袭城外阿什勒部营地。一旦对方回击，便立刻撤兵，不许折损一兵一马。是。那我呢？我做什么？我需要张辉将军暗中调出部分人马至城外，到西北和东北2处山头驻扎，与城中的驻军互为犄角。城中兵马不过3万，守城已是勉强，主簿为何还要调兵出城啊？如若和谈当日出现意外，由张辉将军带领的兵马可做援军假象，届时可震慑一时。明白了，主簿就放心吧，此事定在开城之日前安排妥当。有了，二位将军。师傅，区区一张字条，当真有调动千军万马之力？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的，不是字条，而是人心。主簿此计稍有不慎，怕是这刺史府也要赔进去啊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这是眼下我能够想出的唯一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。对了，秦老，可否为我寻觅一个隐蔽之处？除了你和旭峰，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好吧，老朽愿赌刺史的判断，但愿他是对的。跟我来，府里有密室。敢问阁下姓名？萍水相逢而已，不会再见。你说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我们现在不是朋友吗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
哎，怎么了，孙安？自打你从大唐回来，就跟变了个人一样。没事呢，你还笑，关键笑得这么瘆人啊！哎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没事。阿什勒孙，你该不会是看上哪个大唐的小娘子了？天狼神保佑，我们家孙终于开窍了。你是不是闲的没事做？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啊，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没劲。这是怎么了啊？特勤，你不是说公孙恒被抓了吗？我哪儿来的夜袭呀？爸，特勤，咱们的粮草被唐军的人点着了，救了吗？被点着了就去救火呀！你帮我干嘛？是你帮我有什么用啊？快去啊！你最好给我搞清楚，不然我就先杀了你，再屠了朔州城。是，我这就去找司马图，这就去。看到什么了？雄师那边被烧了粮草，正在扑救；咱们这边只被烧了几顶帐篷，人员无碍。这几支偷袭的队伍就像苍蝇一样，烦得要命，偏偏还抓不着。不过说来好笑，每次倒霉的都是雄师，也不知道防备一些。想什么呢？公孙恒领兵数10年，向来只守不攻，实在反常。看来朔州城内还有高手。高手。传说中的暗道，刺史府下面居然有这种东西。这应该是前隋时期留下的密室，不错啊。阿斗，我现在说的每句话你都要记住。以后你在这里听到的每句话，看到的每个字，都不准对外讲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虽然还是不太明白，但是既然师傅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师傅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小头领，怎么样？军中可有伤亡？军中一个受伤的都没有，咱们按着计划歇灯就打，打了就跑。这般来回反复扰邪，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，夜不成眠。我看再这么下去，烦都把他们烦走了。目的达到了，该换一种法子了。什么法子？只是这个法子就要辛苦虚风你了。总管，哎，不是不让你过来吗？你怎么又……土喀社遣我来问一句，兄长到底是何打算？若兄长改了主意，不开城投降了，那我也好回了特勤。到时任何后果，还请兄长自行承担啊。
这朔州府库正在点算，不出2日便有降丹奉杀，这特勤何出此言呐？我们大营夜夜被你朔州守军扰袭，全军上下不得安寝，焦头烂额。这就是兄长你议和的诚意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兄长掌4州军事，公孙恒现在就在你手里，你说不知，我会信吗？这公孙恒在我牢中，插翅难飞，他绝无指挥的可能。哎呀，贤弟呀，据说前几日公孙恒的兵符被贼人盗了，现在看来，一定是那贼人在暗中捣鬼呀。近几日，刺史府被我的人严防死守，一家老小都在。我这就派王力全城大锁，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再帮兄长一个忙。我已经知道这个小贼的下落。看来总管府一直都有人监视着啊！兄长难道未察觉吗？是不是公孙恒让你干的？我就知道这个公孙恒一直包藏祸心，图谋不轨。来啊，给我押下去！兄长，这个人交给我，我保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去刑房。好了。死呢，你死不了；想活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你这个狗贼！那你就是不说了？明日，你确定只带这些人吗？朔州东面山势险峻，遍布沼泽，从未遭人突袭。公孙恒自恃地利，也未曾多加防范。这些人足矣。刚才斥候来报，雄师的那个中原军师，今夜又去了朔州城。恐怕明日，纳降是假，攻城是真吧？若是土喀社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正好跟我们一配合。不过朔州的那个李主簿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也不知道这个土喀社能不能应付得过来。李主簿已经查过了，是朔州新上任的主簿，从外乡过来，还没干几天。旭峰，属下无能，暴露了，被目标发现，战了半宿才突围逃得回来，绕了好几个时辰，确定没有尾巴跟踪。罢了，你且下去疗伤，近期不要再露面。我说，这就对了嘛。我知道李主簿在哪儿，我可以带你去找他。我知道他们的
藏身之处在哪里？我不会怕。好，如若是抓住了这个小主簿，便重重有赏。你若是跑了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。这就是李主簿，这就对了嘛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心狠手辣的。好，我喜欢。把他处理了。给伊布坎斯琴道喜了。我已命人将姓李那厮处理了，降表的礼单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整个朔州都是我们的了，还用得着这些？我替特勤做主，赏给你了。多谢司琴，多谢特勤。走。那个军师说已经把那个李主簿处理了，降表的礼单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个李主簿叫什么名字？具体名字不清楚。哎，你那个14郎是不是也姓李啊？啊，这天底下同姓的多得去了，应该不是你那个14郎。明天点一队人马跟着土喀社，别让他直接死了。知道。行军总管司马图，待朔州刺史公孙恒开城献降地表。其阿什勒特勤，体上天好生之德，
留我全城性命，民心凛凛，感恩怀德。拿上前来。啊！这是进献于大军的财帛粮饷，请特勤过目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居然没死！是降还是不降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设局埋伏我呢？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！酒不吃吃罚酒。不是。你动，我就砍死你！不好啊，城中有变！勇士们，是唐军先不仁的休怪我们不义！来啊，攻城！公孙恒的主簿正在指挥作战，他们设下了埋伏，我们人手不够，不如先退至河岸与大军会合吧。你不是说公孙恒已经被抓了，他军师死了吗？我停止进攻，撤！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御教；不知山林险阻、举责之行者，不能行军。接下来，就看郭将军了。是。行军总管阵前战死，军中不能一日无帅，须由朔州城中官职最高者替之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接主公出来。司马剑说的果然没错，7月枯水，正好方便咱们行军。兄弟们，跟紧！等进了朔州城，那儿就是咱们的天下了。想干嘛干嘛！吁！四旗救命！唐兵设了埋伏，有追兵啊！特勤。提醒我，攻下朔州城，李主簿留给我，我亲手宰了他。特勤，他们停止攻击了。啊！哎，怎么不追了？过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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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快撤！
这次真是多亏了李主簿啊！要不是李主簿，恐怕朔州城堪忧啊！李主簿好谋略，借助雄狮之手除掉司马图。不过，在下也有一个疑惑，为何主簿便能料到雄狮会来攻城啊？这司马图天生怕死，此次与阿诗勒部议和，不过就是引狼入室，与虎谋皮。阿诗勒部的野心不仅仅是掠夺物资，他们想要借此番议和，来攻城，来满足他们的狼子野心。我不过就是顺水推舟，借刀杀人罢了。原来这样，此次能成功，旭峰也功不可没。若不是旭峰与我配合演了这场苦肉计，怕是不会那么轻易骗过司马图。不过是一点皮肉之苦，就算为了主公豁出性命，旭峰也在所不惜。哎，我们跟随主公那么多年，理应尽忠，而李主簿才来朔州不久，就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实在佩服。不过我至今仍有一个疑问：但凡我那刀刺向李主簿胸口再多一分，恐怕就会穿过血包而刺向心脏。你为何对我如此信任？我信任的是你对刺史的忠心。说得好，能有诸位忠勇之士围绕在身边，我真的是三生有幸啊！李都尉，老朽也要感谢你啊！秦老，您唤我什么？轻车都尉李14。在上游筑坝满水，然后再泄洪淹敌。李都尉，你可真是好计啊！这次我们朔州城免于县城之险，你是功高至伟啊！请在这里受我带全城百姓的一拜。刺史，十四郎惶恐。十四郎还是有负重托，让人救走了土喀省。哎，来，起来，都起来。这次雄狮应该是尽数出动了，只是没想到这最后，主公是怕鹰狮也来。鹰狮？鹰狮是阿什勒部最强的战力，他们可不比土喀社部下这般无能。若是这敌军还有余力攻城，现下河水涨潮，不能强渡，东南皆是山脉，更何况这东门外全是泥沼地，就连朔州人都得绕行。如此一来，东门外的守军应该调至城西才是。好，大家都听好了，我们就按李都尉说的去办。是。